虽然呢，我认真经营这个频道大概才半年时间了，那可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窝呢第一部传说影片啊，然后是用什么英雄啊？什么时候？其实呢，已经2年前了哈，没错，就是神力女超人。最近这个英雄呢又改强了啊，改强之后这一把直接单杀这个夜叉啊，2年之后挽回这个英雄，十分的有感触啊，真的很有感触。那到底该怎么玩？好好享受吧。这里看到对面夜叉，他用1技能够我们回来，我们直接用2技能飞过去啊，然后呢，不断的跟他换血，竟然换得过单挑王夜叉，不断的1技能跟他的一个钩子换血，然后一个2招，哇，勾他回来，把他人头直接收掉。这里看到对面，夜叉锁住我们，万花丛中勾对面打野过来，一个1技能，哇，直接就秒了。蹲他啊！这个对面叫2技能，一个大招加闪现，再2技能过去，一个1技能，哇，这个伤害这么高的吗？现在女超，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ello everyone， 我是 Matt Team 的我，这次带来的是神力女超人在正式服改强之后的一个实战解说。那如果还没订阅窝频道的话呢，请先订阅，要不然的话呢就失去一个奖励上 S 的方法。那如果你也玩过神力女超人，或者是玩过凯撒路，请在下方点个赞。如果你是喜欢玩其他路、其他英雄的话，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要说你喜欢玩什么路、什么英雄。那我的话呢，也会尽量出那个英雄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一开始呢，我们直接把这个兵线整理啊，然后看到对面的这个夜叉直接不怕啊，因为我们先上2等，就跟他直接的马上不断的换血啊，一个2技能把他勾回来啊，1分钟都不到，马上单杀对面夜叉，使用大家都不喜欢在这个职业联赛中用的这位神力女超人，在这个赛季，那相信在这次的改版之后呢，在职业联赛也好，或者下一次的这个世界赛也好，会有蛮多的机会看到这个神力女超人再度登场。那现在还在这个世界赛之中的神力女超人的确比较弱，可是在我们这个版本之中呢，这里我们先看对面这个。再打0秒不用急啊，先扣着技能，待他差不多打完之后，直接把他的这个0秒啊，直接拿掉就好了。就像我前几局讲的啊，0秒打最后1下就行，跟对面不断的换血，勾回来哦。那这里呢，我们脚闪现，他幸运这么那一丢丢的这个血量啊，那没所谓啊，不要深追了，不要觉得很可惜啊，没所谓的。要是深追啊，进塔内打的话，很大机会反而是被反杀了一波。不断的整理这波兵线之后呢，这里可以回城。那打野没有要下来的情况之下，绝对可以回城。这一次改强了什么呢？那这个英雄呢，神力女超人啊，原本呢他的1技能物理系数只吃了这个0.6啊，现在直接跳到去0.85啊。升幅还是有一定的升幅啊，不能说超大，可是还是不少的一个升幅啊。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它这个最大生命值呢，一等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强，可是之后就会上的超高的啊，9%的一个最大生命值的伤害。那会使得神力女超人这个英雄呢，其实是大幅的改强了。那这里我们刚刚为什么开了大招又不打呢？很明显的，就在这里，其实就蹲了一个这个罗俄啊。那这里不能够打，绝对不能够打啊。第一呢，是因为对面的打野最后呢是在中路消失的，不知道他到底是往下路走啊，还是往上路走。如果往下路走的话，直接呢就会被收掉了。那再加上我们的达尔西一开始就被直接对面蹲了一波，其实这里很明显的，我们在夜叉跟我们不断的换血的途中，发现对面的法师不见了啊，很明显不见的状况之下，他
有90%的机会都是往下路来打我们，因为上路是没有人要 gank 的一个状态，所以不能够冒这个险。这里呢跟对面的夜叉直接换血了，这里看到这个版本怎么用我们的女超，就是要用我们的这种奥义啊，不需要带坦度的奥义，因为它这个版本之中呢，它的物理系数吃的多了，所以呢，你带了一个百穿的奥义啊，增加自己的攻击力，还有物理穿透，打对面会超级的痛啊。那再加上它有改强了什么？就是刚刚啊，大家也看到的，就是大招呢晕眩增加了啊。不过这个增加的幅度就并没有说到像一技能的最大生命值伤害那么的高啊，就增加了0.25秒啊，就1/4秒。那这里看到啊，这个兵线啊，我们呢蹲一波对面的罗俄，不知道在哪里。不能够贸贸然的跟对面的夜叉打，当然，如果我们1对1的话，一定能够打赢对面夜叉。可是发现营宙一个人在上面啊，然后呢，罗很久都不见啊，就很明显啊，哇，幸好我们没有进场。他很明显刚刚就是从下路又往中路啊去走回去，那所以这样的话呢，刚刚就是玩凯撒罗的其中一个心得，对面人头削的多的时候。不要那么的冲，很有可能这个夜叉是一个诱饵啊，开启一个大招啊，晕眩直接晕眩对面1秒啊。那我觉得神力女超还有哪里可以改强呢？就是它这个2技能的鞭子啊，宽一点啊，又或者是那个距离啊远一点都可以，因为它这个鞭子就很多英雄都有勾人的这个能力。那神力女超人算是其中呢，它勾人之中呢。有很特别的机制啊，就可以在人家半血以下呢，就你会把人勾过来啊。这里我们2技能不是勾东西过来，而是把这个0秒拿掉。那如果对面是血量高过1半的话，你就会飞过去啊。2技能的话，可是它的这个2技能鞭子的宽度啊，实在是很考你的操作啊。那所以我们跟对面呢，直接不断的换血把它勾过来，那就不要深追了。这里没有技能，大招也缴了。罗恩啊，又幸好我们没有进场。这个罗恩呢，一直在蹲我们下路啊，一直想要往下路去 gank， 因为看到呢，其实我们对上下路是很优势的一个状况。那它的消失也是给我们一定的这个压力。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这里刚刚如果看到罗恩。在上路的话呢，我们刚刚起码有3波呢是可以把对面的夜叉收掉的。那可是他的人头消了状况之下呢，就不能够这么的冲。那也事实证明，如果我们刚刚直接呢想要去单杀夜叉的话呢，其实罗尔就蹲在那边啊。那刚刚达尔奇小兄弟就已经为我们诠释了对面蹲的一个状况。如果不小心的话，对面就直接会。把全部技能缴光，直接收掉。那如果2打2还好，那如果是对面2打1，或者是对面3打2的状况就不太健康了。虽然说自己打得很顺风，可是看一下这个这个人头比是对面比较顺风的啊。虽然我们好像压着这个夜叉这条线，那这里看到。蓝 buff 区有集结，那罗尔已经残血了，那我们这一波就可以打了。看到对面的这个超人啊，1技能强化普攻，大招晕眩，然后直接搭配队友，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丢个护盾过去，把他人头直接收掉。那这里的话呢，我们尝试把这个中路的外塔拆掉，可是这边对面2位英雄赶过来，直接交闪现，不用吝啬这个闪现。要保命的时候就要交，要不然的话呢，对面一个营咒勾到的是我们，那就难受了。这里呢，直接就回到我们自己的凯撒路，不断持续的整理兵线啊。那我们出装方面呢，刚大家可以看到，我呢出是雾防鞋，因为呢这一把我们对线我们对面罗俄呢是比较后期的一个英雄。
那对面控制你说多嘛啊，他控到你，你出了这个魔防鞋，用途也不太大，再加上对面的超人甚少来我们这凯撒鲁支援，那使得我们可以呢出一个误防鞋，效益会很高，对到对面夜叉。那当然，如果你想增加自己的容错率，绝对可以做一个魔防鞋。那可是误防鞋对对面夜叉就是一个很好的装备。蹲在这个草丛啊，果不其然，对面呢就来了一个小丑，再回蹲这个草丛，然后提示队友进攻夜叉，需要帮忙，因为小丑刚刚在这个显示。那现在小丑回到中路，我们就可以去整理这一波的这个兵线，然后去回包这个夜叉。看到夜叉小兄弟直接一技能往上打，哇，这个伤害真的是高。这个神力女超人第二个装备，我们直接就出了一个天宠，使得这个英雄为什么打人这么的痛？我们是上一个角斗士啊，误防鞋角斗士，然后出冰袍，出完冰袍之后再把角斗士合上去做天宠云，那对面夜叉有防装也没有用，我们直接出一个40%的一个物理穿透，如果做破阵的话，对到夜叉效益会没有那么的高。玩到凯撒路就是要想一下自己对线，去出什么装备可以很好的去 counter 到它。不同你玩其他的一些路，比方说你玩辅助啊，我玩辅助的话，必须要考虑到对面整队的这个整体性，对面到底是法术英雄多还是怎么样？那如果是玩凯撒路就不一样，优先考虑是自己对线。这里看到对面两位小兄弟想要压我们这个塔，我们还有一个大招，所以现在还不用怕。先把兵线整理啊，开启大招整理这波兵线，顺便呢是要晕眩对面的夜叉，把他人头直接就收掉了。这里我们先蹲这一波草丛看一下有没有进场的机会，没有的话，把这个兵线整理了，那就好了。那我们刚刚呢出到的一个装备。误防装是冰袍，那为什么出冰袍？因为呢，神力女超人她的强化普攻也是有的啊，所以我们使用一个冰袍，除了能够增加自己坦度，如果你说全能的话呢，就会太过于脆了。对于神力女超人这种呢，原本是坦型的角色来说呢，出冰袍更加符合她。那如果你出全能，也不是说不行，可是呢。进场很容易就蒸发了。出全能的话，拿来蹲人会很好，蹲后面的后排很好切。可是如果你出冰袍，其实已经也够了，也够了。那这里我们打野的直接做个凯撒，直接帮他做啊，因为对我们队友在中路打起来，其实这个时间点呢，不该打起来，没所谓。因为这个时间点如果打起来的话呢。打野是不可能去帮忙的，除非他放掉这条龙。那放掉这条龙，有可能对面打野是刚刚是消的一个状况，在他自己家的这个蓝区如果他看到这个视野，可能就过来接手了，那就更亏了。再加上如果打野或者窝去再进场，也是一个下水饺的一个很大机会的一个结果。因为对面已经把我们全部团灭了，而且对面也血量也不是很残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刚刚中路那一波如果不打的话会更好，那不过还是做好自己就好了。那中路小兄弟这个时间点的不动，那没所谓啊，那有一点耐心等一下应该就会动的果不其然，先把这个0秒直接拿掉。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我们的一技能的伤害呢是去到2000，待会会去到3000。那可是我们做的是一个半坦装那就可以看得出这个英雄到底在改强过后真的有多强了，真的很好用比起上一个版本这一版的女超真的好用。那这里看到对面营救过来整理这波兵线，那这里队友赶过来就可以进场可是兵线已经没有掉的话，就等下一波兵线，这个蓝 buff 不要拿，留给莫拉刷被动，又或者呢自己留给队友拿掉。那这里直接把对面
的小丑端他一波，把他人头收下。再来一个对面夜叉啊，他锁住我们。那这个真的多亏他锁住，要不然波波就会被超人呢直接推到塔。那可是呢，如果即便超人推到塔，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啊。再不断的去把对面收掉，一个闪现啊，搭配队友把对面夜叉收掉。那这里呢，我们没有什么进场的机会的时候呢，就把中路兵线直接整理。那再说出装方面吧，我们之后出的是一个仙灵啊，不出德鲁伊啊。德鲁伊对于女超来说呢也是可以出，可是那10%的冷却缩减啊，德鲁伊是给不到的啊，反倒是仙灵使得我们这个技能能够不断的刷啊。女超也是蛮依赖自己技能的一个英雄啊，不太像啊。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刚刚的技能是打了3000多的一个伤害啊，坦装的这个小兄弟啊。打对面感觉就像斯科德在打的这个输出量一样，而且还很坦。因为呢，他打的就是这个目标的最大生命值啊，他一技能。那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一次都还没死过。那看到这个对面的蓝 buff 啊，2技能还有这种功用，直接把它勾出来啊，就收掉了。那这里呢，我们这个英雄呢，其实在玩凯撒路之中，你参团率不会说它有特别的高，用女超这种英雄，到在前期的时候，后期中后期会很多的机会，可是前期呢，通常都是和自己的对线在打的一个状况，再加上我们这种阵容啊，那我们这里呢，队友已经有2个不在，那就不要进场了，不要打团了，打不过的，即便你再肥啊，再肥。除非是真的差很远，要不然的话呢，正常来说的话呢，自己队友掉2个，对面又是健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就不要你打。这里直接盾对面一波啊，2技能没勾到没所谓，直接呢开启大招加闪现，2技能飞过去，这个伤害直接把对面的小丑的人头直接就收掉了。这个就是我们女超呢。即便我们出这种坦装，蹲人还是超痛的，而且呢，我们大招加闪现啊，这种的玩法超级的厉害。那我们这里到下路呢，看一下这个天空巨龙，其实需要吗？其实也不需要。如果兵线还在的话，有机会就一波可以做了，因为对面呢掉了一个射手位的啊，兵线保护好是可以的。不过剩下一个炮车啊，刚刚的小兵又被收掉的话呢，这里我们呢就直接万花丛中把对面的夜叉就勾过去，飞过去收掉。还有一个对面有这个生命之翅的博尔，那他有这个 buff 的话呢，那就不要去跟他这么的硬碰啊，毕竟他是等于有两个生命的。那这里呢，我们不断的去骚扰对面，然后其实不用太管了，把这个主堡就能拆掉，赢得这场游戏胜利。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y Team 的窝，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